同样是八大菜系，为什么就只有川菜能打破地域限制，征服全国人的胃呢？以前的鲁菜是老大哥，专供宫廷；粤菜呢就主打一个鲜，连炒个青菜都要讲究火候。什么苏菜、浙菜呀，走的都是精致路线，摆盘好看，味道偏清淡。闽菜靠着海鲜撑场面，徽菜重油重色，湘菜则是辣的直来直去。但奇怪的是，川菜既没有鲁菜的宫廷背景，也没有粤菜的精致，却能从四川盆地走出来，火遍大江南北。像是火锅、冒菜、麻婆豆腐、鱼香肉丝，随便拎一道出来，家家户户都知道。而且截止到2024年，全国川菜门店超过了15万家，几乎所有城市都有川菜馆，稳居八大菜系第一。所以为什么就只有川菜能打破地域限制，征服全国呢？很多人对川菜都有个误解，觉得川菜就是又麻又辣，甚至觉得做川菜很简单，往菜里多放辣椒、花椒就行。这种想法纯属对川菜的误解。其实川菜的核心不是辣，而是一菜一格，百菜百味。也就是说，每道菜有每道菜的味道，不会千篇一律。官方认定的川菜味型就有24种，除了麻辣，还有香辣、酸辣、甜辣、咸鲜，甚至还有不辣的。辣只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而已。而大家常吃的鱼香肉丝里面根本没有鱼，是用郫县豆瓣、泡辣椒、糖、醋调出类似鱼的鲜味，酸甜适中，微带一点辣，特别下饭。这就是川菜的厉害之处，不是单一的味道，而是多种味道融合，越吃越有滋味。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菜，川菜能火，离不开四川的好条件。说白了就是老天爷赏饭吃，给了川菜最扎实的基础。四川盆地被称为是天府之国，背靠青藏高原，江河多，四季常青，气候湿润，日照少。就是这种气候，一方面孕育了丰富的食材，另一方面也让四川人养成了爱吃辣椒、花椒的习惯。毕竟吃这些能祛湿驱寒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偏爱麻辣的口味。先看食材，四川的物产丰富到离谱，山区有山珍，江河里有鱼虾，平原上有禽畜，田地里有四季不断的蔬菜。而且川菜不挑食材，不用高端昂贵的东西，普通的萝卜、土豆、豆腐、内脏，甚至是食材边角料，在川菜师傅手里都能变成美味。比如麻婆豆腐，只用普通豆腐和肉末，加一勺郫县豆瓣就能做成世界名菜。再看调料，川菜的灵魂一半在食材，一半在调料。四川盆地就是一个天然的发酵池，适合做各种调味品。郫县豆瓣、保宁醋、中坝酱油、汉源、花椒，这些都是川菜的灵魂调料，味道独特，换个地方做就没那个味。当然川菜能火遍全国，最核心的还是它接地气、好吃、实惠。先说说价格，川菜绝对是八大菜系里的最高性价比。街头小馆里，一碗担担面10块钱左右，一份麻婆豆腐15块，一份宫保鸡丁20块，两个人几十块钱就能吃饱吃好。反观其他菜系，价格大多偏高。鲁菜的葱烧海参动辄几百块，普通人吃不起；粤菜的海鲜价格也不低，只能偶尔奢侈一次。除此之外，川菜的街头属性也很强，担担面、冒菜、麻辣烫、钵钵鸡，这些原本都是四川街头的小吃，价格便宜、方便、快捷，传到全国后，迅速成了年轻人的刚需。有了基础和优势，川菜还能跟上时代步伐，不断创新，这也是它能长盛不衰的原因。以前吃川菜，不同餐馆、不同厨师做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，因为没有标准化，全靠厨师经验。后来川菜走上标准化道路，制定了菜品制作标准，明确食材用量、调料比例、烹饪时间，调料也实现了工业化生产，味道统一，质量稳定，不管在哪个地方都能吃到正宗口味的川菜。同时，川菜还在不断创新，迎合着现在年轻人的需求，比如麻辣小龙虾、网红冒菜等，这些小吃的颜值高、味道好，适合拍照打卡。所以总的来说呀，川菜能征服全国，它肯定不是偶然，因为没有明显短板，又兼顾了所有优势，自然能在八大菜系中脱颖而出，成为国民顶流。